大家好，我是吴一。我们今天来聊聊美债。首先来看一条最近的新闻。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伯克希尔最近正在买美国国债，上周一买了1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，这周一又买了100亿美元。下周的唯一问题是再买100亿美元的3个月短债还是6个月短债。这时候对冲基金大鳄比尔·阿克曼发推文表示，自己正在做空30年期美国国债，并且认为他的做法跟巴菲特是一致的。马斯克也发文在下面应和说，老巴做得对，一个做多美债，一个做空美债。为什么说两个人的操作是一致的呢？如果你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操作逻辑，建议你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。这条视频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，我会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让你迅速理解美债运行的逻辑，以及如何上手操作。做这条视频的初衷呢，是因为群里有很多朋友最近正在买美债，而且有些朋友已经亏了不少了。美债利率不应该是无风险利率吗？而且利率都这么高了，怎么还会亏这么多呢？那么究竟是哪里做错了呢？今天我就抽丝剥茧，把美债投资的细节给你讲清楚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买什么？既然是买国债，我们首先得知道国债是什么。如果这个问题你已经很清楚了，可以直接跳到下一部分。说起美国国债，就绕不开3个势力：财政部、国会和美联储。财政部就是负责花钱的，但是财政收入不够花怎么办？那就只能到外面去借，但是呢又不能随便借。这时候白宫就承担了一个审核的工作，防止财政部乱花钱，对吧？钱你可以借，但是得省着点花。这里财政部借钱得打欠条吧？这个欠条就是美国国债。美债是公开拍卖发行的，万一财政部想借钱，但是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人想借钱给政府怎么办？这个时候美联储就承担了最终贷款人的角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财政部在公开市场上找不到那么多美债的买家，就将由美联储承担购买美债的任务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内债不是债，因为有央行托底。那么美债有哪些种类呢？根据美债的到期时间，我们大概可以把美债分为3类。短期国债在1年以下，叫 Treasury Bills， 简称 T-Bills， 巴菲特买的就是 T-Bills。 中期债券到期时间在2年到10年，简称 T-Notes。 最后大于10年的是长期债券，简称 T-Bonds。 比尔·阿克曼买的就是 T-Bonds。我们群里面买美债亏钱的也都是买的 Treasury Bonds。 这3种国债除了到期时间不同以外，最大的区别是短期债券是没有利息的，而是折价发售。比如票面价值是100美元，卖给投资者98美元，那么投资者的收益就是2美元。而中期和长期国债是每半年按照票面利率支付利息的。不过这种区别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影响并不大，因为是每半年支付利息，所以国债是不计算复利的。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比较关键了，那美债的价格是怎么制定的呢？大多数人都知道美债的价格跟利率成负相关，利率高了，美债的价格就低了。但这个对应关系具体是什么呢？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。很多人可能觉得美债利率从 4% 涨到了 8%， 那么国债的价格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，这肯定是不对的。美债价格的计算并不是这么简单粗暴，但要弄懂呢也没有多复杂。首先美债会有一个初始价格，这个价格是由拍卖决定的，这里有点像股票市场的买卖报价。财政部肯定是希望利率越低越好，债权人呢希望利率越高越好，大家在这里讨价还价，最终决定一个公允的价格。这里你从财政部直接购买国债就叫做一级市场，只要你把国债持有到期，你就可以收回本金，并且得到所有的利息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国债确实没有什么风险，毕竟保本付息嘛。但是如果你的国债期限很长，比如大于10年，甚至有很多国家发行了期限超过100年的国债，那真的会有人持有100年再去兑换本金吗？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样的长期债券就变成了高度投机性的金融产品。既然无法持有到期，就需要拿去跟别人交易，你拿去跟别人交易的这个过程就叫做二级市场。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价格交易呢？我们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你花100美元买了国债，利率呢是 4%， 可是你刚一买完，利率就升到了 8%。 那么这时候你的债券贬值了多少呢？贬值了多少不仅取决于利率，还取决于你持有的期限。我们先以短债为例，假设你买入的是3个月的短债，年化 4%， 那么3个月大概就是 1%， 也就是说你持有了3个月，100块会变成101块。可如果利率升到了 8%， 那么3个月的收益就相当于 2%， 债券到期后总共能收到的应该是102块钱。所以如果你以 4% 的利率买入，在 8% 的时候想要卖出，那么你就需要补给他这1块钱的差价。
你的损失就是101除以102，约等于 0.9902， 也就是大概损失了 1%， 但是你获得了这100块钱3个月的使用权。因为如果你不想亏损，持有到期，你最后同样是少了$1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相对极端的例子，美元利率的变化一般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，所以3个月的损失其实是有限的，而且持有3个月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算太久。可这里如果不是3个月，而是30年呢？首先我们需要预计未来30年的利率变化，这其实就是博弈的开始。假设你买入时，未来30年的平均利率预期是 4%，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预期，因为3个月的国债利率几乎是有确定性的，但是30年的利率连美联储主席都没办法告诉你。这也是为什么说长期国债是高度投机的，因为它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。假设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的预期利率从 4% 一下涨到了 8%， 我们再按刚才的方法计算一下，因为没有复利， 4% 30年后就是 120%， 8% 30年后就是 240%。 也就是说，按照 4% 的利率持有到期，30年后我们总共应该得到本金100块钱，加上 120% 的利息收入，等于220块钱。如果按照 8% 来计算，我们最后得到100块钱加上240块钱，等于340块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时候卖出，你的损失是220除以340，约等于 0.647， 损失高达 35.3%。 所以看出差别了吗？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的操作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也回应了最开头的那条新闻，因为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金融产品，因为交易逻辑不同，所以购买的时机也就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购买时机的问题，也就是什么时候买。通过刚才的计算，我想大家也基本上能够看到，短债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风险的，最起码本金是基本上安全的，加息带来的折价完全可以通过利息的收入来弥补。如果你是像巴菲特那样每周购买，这种利率变化带来的风险几乎可以完全被抵消掉，所以短债更像是一种短期存款，是一种很好的现金替代方案。你只需要考虑当下的利率，而不太需要考虑未来利率政策的变化。只要利率够高，你就可以放心买入，而且高利率持续的时间越久越好。我个人觉得利率超过 3% 就已经比较合算了，拿出多余的现金用来买短债会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呢，对于长债就完全不同了。对于长债来说，最关键的不是当前的利率，而是利率的变化。因为长期债券需要对未来做超长期的预测，导致了长期债券的利率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化并没有那么敏感。因为30年期国债实际上是在博弈未来30年的平均利率，这就意味着即便美联储不加息，只是在高利率的位置持续的时间久一些，大家对于未来平均利率的预期都会大大增加，从而导致了债券价格的大幅下降。熟悉债券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个词，叫直利率倒挂。经常有人把直利率倒挂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，这其实也没那么神秘。因为如果按理来说，如果 A 要把钱借给 B， 借的时间越长，应该会要求更高的利息，因为不确定性增加了嘛。A 需要用更高的利息来对冲 B 不能还钱的这种风险。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，那就是 B 非常可靠，比如是美国政府， A 几乎肯定政府会还钱，这时候 A 就不能只考虑当前的利率了。现在借钱的人多，可能利率很高，但是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借钱了。如果 A 认为以后没有这么多人借钱，预期未来的利率会走低，那么他就会愿意接受一个比当前利率更低的利率，把钱借给 B， 只要这个利率高于他对未来预期利率的平均值就可以了。所以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影响是直接的，但是对长期利率的影响是间接的，或者说是滞后的。所以买短债相对安全和简单，只要利率够高就可以了。我个人的观点是高于 3%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利率了。这时候你可以配置一定的短债作为现金等价物用来避险。那么什么时候买长债呢？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。我们回到刚才的直利率曲线，蓝色线是1年期国债的利率，紫色线是20年期国债的利率。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利率倒挂是非常明显的，1年期国债的利率要远远高于20年期国债的利率。这种情况还出现在了2000年前后和2007年前后，而且2次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降息周期。这时候短期利率迅速下降，带动了长期利率开始缓慢下降，而利率下降会使债券的价格上升，长期债券开始变得更有吸引力。我觉得这种时候才是介入长期债券的好时机，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，也就是短期债券的利率向下跌破长期债券利率的时候。
同时大量的投资者会开始涌入债券，导致进入股市的钱开始减少，这可能也是引发股灾的原因之一。不知道大家现在对美债是不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？接下来到了最后一步，怎么买美债？其实购买的途径还是很多的。在美国的朋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像巴菲特一样，直接跟美国政府买。你可以在 Treasury Direct 的网站上注册一个账号，需要提供你的社保号、地址、银行账号和电子邮件。对于不在美国的朋友，比如我自己，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买 ETF 来投资美债。这种方式其实更灵活一些，随时可以交易变现。短债 ETF 我之前提到过2个，一个是 BIL， 一个是 SGOV， 2个都是管理3个月以内的美国国债的 ETF。最近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 ETF 叫 TBIL， 最近的年化收益达到了 5.5%。 其实呢，这3个 ETF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交易量也都比较大，但是呢，这3个 ETF 都有一个缺陷，那就是分红。有人会问了，分红不好吗？其实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，分红是不好的，因为在美国和欧洲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和 ETF， 分红都会被默认扣除 30% 的资本利得税。但其实很多国家是不收资本利得税的，而且还有很多人的交税比例是远远达不到 30% 的。本来不需要交这么高的资本利得税，你去申请退税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这就会导致很多人的实际收益下降。群里有朋友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分红的前一天卖出，分红以后再买回来，因为理论上除权除息以后，这里下降的金额应该大概刚好等于分红的金额，这样就相当于省掉了 30% 的资本利得税。但是前提是你的交易费用需要足够低。那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？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 ETF 叫 BB3M， 这支 ETF 是不分红的，利息收益直接用来再投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K 线图，非常漂亮，几乎是一条向上的直线。不过呢，这个 ETF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就是盘子太小了，总资产才几百万美元，而且可能只有在欧洲才能买得到，所以它其实不太适合于大多数人。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 ETF。如果大家有发现其他不分红的短债 ETF，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，我们会非常感谢。另外，除了3个月以内的短债，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1年期以内的短债。这里我也找到了一支欧洲的 ETF， 同样是不分红的，它的收益曲线也是比较漂亮的。不过它真正开始稳定盈利的时候，大概是在2022年9月份，这个时候的基准利率大概在 3.25% 左右。所以对于这种1年期以内的短债， 3% 以上的利息收入基本上可以抵消由升息所带来的票面贬值。当然，如果大家发现其他更好的 ETF，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。关于长债呢，选择就更多了。群里提到最多的是 TLT，TMF 可以理解为是 TLT 的3倍杠杆 ETF。我目前对长期债券投资的兴趣不是很大，如果真的出现了像2000年和2007年这样的金融危机，美联储开始降息了，我可能才会考虑。现在就想要买债券的朋友，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上杠杆，可以先买 TLT， 像股票定投一样，每个月买一点。现在的利率已经这么高了，没有杠杆的话，长期来看不会有太大的风险，而且完全不用止损。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来等待它的上涨。但如果是带杠杆的就不一样了，比如 TMF 对技术的要求就比较高了，等到短期利率向下突破长期利率的时候再买入，确定性可能会更高一些。不过呢，最后你还是得自己做决策，因为我不会对你的钱包负责，因为你得对自己的钱包负责。最后呢，我们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通过计算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短债的波动风险要小得多，而且对于短债来说，绝对利率更重要一些，因为你赚的是利息。对于长债来说，相对利率更重要一些，因为大多数人赚的是差价。利率高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买短债了。我自己的标准是 3%， 利率超过 3%， 我就会配置一定比例的国债，作为一种有效的现金替代手段。因为利率太低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承担一部分票面价值贬值的风险，因为你收的利息可能不足以对冲掉这个风险，而且还要考虑到手续费的影响。对于长债买入时机更讲究一些，尤其是如果你使用了杠杆，你最好等到明确进入了降息循环时再入手，也就是短期利率向下突破了长期利率时再入手，不然我怕你可能熬不到赚钱的那一天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说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留言。如果你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，也欢迎留言指出我的